艾米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，关注艾米带你一起拍电影。陈喜是个小县城的县令，由于这几年贪赃枉法，干了不少缺德事，被天上的一位神仙知道了他的所作所为，十分的生气。神仙施了法术，只要陈喜再昧着良心判案，他和受害者的身份就会互换。若受害者有好几个，陈喜就会变成他们之中受害最深的那个。这下陈喜终于老实了，再也不敢违心断案。这天，陈喜和自家的媳妇吃饭时，听见有人敲鼓告状的声音。陈喜急急忙忙便跑过去升堂，一问才知道，告状者叫张三，说他家的猪被同村王二偷走了。原来张三和王二各养了一头猪，这两头猪是同一个猪妈妈生的，长得几乎一模一样。前天张三家的猪丢了，他到处找，但是并没有找到自家的猪。这时候他看到王二家的猪，便说这猪是他家的。王二当场不承认。张三就对陈喜说，大老爷，只要把猪饿2天再放出来，让我媳妇和王二媳妇站在两边，看猪去找谁，这猪就是谁家的。我媳妇天天喂猪，猪肯定去找我媳妇。陈喜觉得挺有道理，决定按张三说的做。第3天，陈喜来到王二家断案，猪已经2天没吃东西，已经快饿疯了。这时张三和他媳妇来了，陈喜一看到张三媳妇就呆了，张三的媳妇太漂亮了。于是陈喜就有一个不好的想法。这时饿了2天的猪跑出猪圈，径直向张三媳妇跑去。陈喜明白了，这猪是张三家的，一定是王二先把自家的猪卖了，又偷了张三的猪。但是陈喜现在已经无心办案，满脑子都想着张三媳妇。这时候神仙来了，神仙告诉陈喜，要是陈喜违心断案，就会和受害者身份互换。这法术原本是为了惩罚自己，但是现在却让自己有了机会。猪去找张三媳妇，说明猪是张三家的。如果违心断案，自己就会变成受害者张三，那张三的漂亮媳妇不就是自己的媳妇了吗？自己已经在一个秘密地方藏了不少银子，到时候拿着银子和张三媳妇远走高飞，岂不比神仙还快活？县令嘛，不干了，以后不能昧着良心断案，也捞不着银子，这光做着也没意思。陈喜打定主意开始断案。猪是畜生，怎么会认识人呢？他去找张三媳妇纯属巧合。这样吧，我也不会亏待你，你把猪杀了，张三和王二一人一半。王二听了，这不是白送给我的猪肉吗？连忙下跪大喊，大老爷英明。但是张三却气得要死。陈喜断案完毕，心里祈祷，希望神仙的法术应验，自己变成张三，然后带着张三的漂亮媳妇远走高飞。不料话音刚落，却发现自己趴在了地上。他一看自己的手，大吃一惊，原来自己变成了那头猪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陈喜脑袋一片空白。慢慢的他明白了，这个案件中猪才是最大的受害者。人家猪活得好好的，却被自己判了死刑，杀了还要分尸。陈喜没想到猪也算受害者呀。几个大汉连忙把陈喜绑了起来。陈喜嗷嗷叫着，想说我不是猪，是县令，却说不出话来。那边王二拿起杀猪刀走了过来。艾米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，关注艾米带你一起玩迷你。今天艾米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段子。有一天，小表弟的妈妈跟他说，快点去帮我买一点蔬菜回来。于是小表弟拿着钱兴冲冲地跑去了蔬菜店。一家蔬菜店里面的蔬菜可真多呀，胡萝卜、黄瓜、土豆、茄子。卖蔬菜的伯伯问道，小朋友要买什么呀？小表弟突然想起来，他忘了问妈妈要买什么蔬菜。小表弟又特别的爱面子，不愿意向卖蔬菜的伯伯说他忘了问妈妈要买什么蔬菜。于是他看着琳琅满目的蔬菜，突然想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。他说，伯伯，你们这里的蔬菜都不太新鲜了。伯伯说，这肯定是你的错觉啦，这些蔬菜都是早上刚刚到的，都是新鲜的。小表弟说，怎么会呢？我看这些蔬菜都是捏捏的。伯伯说，因为这些蔬菜都以为没有人要自己了，所以他们垂头丧气的呀。
小表弟一听，觉得伯伯说的非常有道理，所以小表弟就买了一把捏捏的蔬菜，高兴地回到了家中。结果一回到家中，小表弟发现他买的蔬菜还是捏捏的，一点生气都没有，于是难过的哭了起来。这个时候，小表弟的妈妈过来了，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小表弟非常的不解，难过的问妈妈，为什么我买了这些蔬菜，他们还是垂头丧气的呢？妈妈回答说，蔬菜们看你把它们买回了家，都太感动了，所以哭得没有力气了。所以呢，你今天中午要努力的把它们吃掉。小表弟一听，觉得妈妈的话也非常的对，于是在中午的时候，果然多吃了几大碗饭和许多的蔬菜。小表弟的蔬菜真是多愁善感呀。很久很久以前，黄河总是发大水，地里的庄稼都会被淹死，百姓的日子过得十分辛苦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老巫婆带着2个徒弟来到了黄河边上的小村子。她说自己是河伯的使者，她对乡亲们说，河伯一个人活了几千岁，实在是太孤单了。只要我们给河伯贡献一个美女，让河伯有妻子跟他作伴，他就不会生气发大水了。于是乡亲们把一个个年轻的漂亮女孩子扔进了黄河里，说是要给河伯当媳妇。愚昧无知的村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上了这老巫婆的当，白白浪费了这些女孩的性命。可是河伯虽然娶了很多个老婆，仍然会发大水。巫婆就说是因为送去的女孩子让河伯并不满意，要多送几个。有一年正赶上河伯娶媳妇的日子，县里来了个清官，听说这个村子里有这样的风俗，很是惊讶。于是他走到新娘子那里看了一眼，然后对巫婆说，不行，这个女孩长得太丑了，河伯见了会不高兴的。既然你是河伯的使者，那麻烦你去跟河伯说一声，这个媳妇太丑了，能不能换一个？这下巫婆脸色发白，但是又不能说什么。于是那个县令就派人把老巫婆扔进了河里。县令等了很久，也没见老巫婆上来，于是又对老巫婆的徒弟说，你们的师傅怎么还没上来？你们快去催催，让他快点回来。说着又把2个徒弟推进了河里。县令等啊等，等了好久，巫婆和徒弟都没有上来。县令就说，可能河伯太热心了，想把他们留在那，我们先走吧。县令来到村里，让村民搬到山上去住，这样就不会被水淹掉了。从此村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好啦，这个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艾米姐姐的视频，就帮忙关注转发吧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艾米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，很久没有给你们讲故事啦，今天我就来给你们讲一个真实故事吧。有一个叫米菲的小女孩，她从小生长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里，爸爸妈妈天天吵架。每当爸爸妈妈吵架，爸爸就骂骂咧咧地夺门而出，说什么再也不回来了。妈妈就把门反锁，在房间里哭个不停。这时候他们就会忘记米菲。每当听到爸妈吵架，米菲就会想，为什么我不能跟别人一样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呢？我好害怕啊，好没安全感啊，我真的好怕，万一爸妈吵着吵着就离婚了，万一他们真的离婚了，我又应该跟着谁呢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时候，反正每当爸爸妈妈当着我的面吵架，我就特别没有安全感。米菲想着想着，眼泪就流下来，她就立马跑到房间，躺在床上。她多希望一觉醒来，爸爸妈妈就和好了，可是却怎么也睡不着，因为肚子饿得咕咕叫。于是她拿着自己的零花钱，准备出去买5大郎烧饼吃。这些年她可存了不少钱呢，足足有2000块呢。你们有她多吗？她穿好衣服出门，
路上一个人也没有，不过他却感觉很温暖。走着走着，他看到前面的树下有2个大人在抱着亲嘴。米菲一个小孩子真的不好意思看了，于是他快步走过去。渐渐的，他发现不对劲，那个男人的身影怎么那么熟悉？他不敢相信地走过去看，天哪，这不是自己的爸爸吗？刚刚还骂骂咧咧地出门，怎么这么快就和别的女人亲嘴了？这时候爸爸也发现了他，爸爸慌张地告诉米菲，他只是跟那个阿姨在玩游戏，不是他看到的那样，千万不要告诉妈妈，如果妈妈知道了，他们就会离婚，而且是因为米菲乱说导致的。米菲心里很乱很糟，他不管爸爸说的话，飞一般的跑回家里，看着家里的一切，这里也有很多快乐的时光。他的家庭原本很幸福，难道他这么快就要失去这个家了吗？他默默地走向妈妈的房间，想敲门又很犹豫，敲了门他又要说什么呢？他又该不该告诉妈妈爸爸背叛家庭的事呢？